花360亿台币升级 M60A3 到底值不值？前段时间，这台坦克刚被中科院与国际巨头莱昂纳多联手魔改，火控、热成像、猎歼能力全部升级，而且顺利通过了作战测评，纸面战力瞬间暴涨。可尴尬的是，这边测评刚过，那边最强地表坦克 M1ART 就大摇大摆地开进了营区，军方就开始犹豫了，新欢这么香，旧爱还要不要继续砸钱改？就在台湾犹豫不决时，全球的 M60A3 老玩家们却坐不住了，率先给出答案：别停啊，你们不要，我们要。上世纪90年代，陆军正面临装备断层的严峻考验，手里的 M48系列严重老化，火控系统也相当落后，军方急需一款可靠的重型地面突击力量来撑起门面。M60A3 变成了当时最现实的选择。短短几年间，460辆 M60A3 TTS 疯狂入台，这批带有热成像功能的坦克，一经列装就迅速成为了地面部队的重要主力，撑起岛内长达数十年的装甲防线。作为巴顿坦克家族的终极改进型 ，M60A3 汇聚了当时的顶尖军事科技，标配一门威力和精度兼备的105毫米线膛炮，配合当时最先进的 AN-VVG2 激光测距仪，能快速锁定目标，将炮弹精准砸过去。更夸张的是，它还引入了 AN-VSG2 坦克热成像瞄准系统。在那个年代，绝大多数装甲兵还要靠探照灯作战，一开灯就等于向敌方暴露目标，而 M60A3 凭借热成像技术，可以无视夜色和烟幕进行猎杀。这种颠覆性的夜战优势在实战中得到了最好的验证。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 ，M60A3 已经不算主力了，但它依然凭借出色的夜战能力、硬刚 T55 和 T62 稳定凶悍的火力输出，向全世界证明了二代坦克的巅峰战力。到了今天 ，M60A3 依然是全球军火市场的常青树，数以千计的 M60系列坦克活跃在许多国家的陆军序列里。针对 M60A3 的现代化改装方案层出不穷。比如，约旦通过换装120毫米炮、升级火控和加装防护，让 M60A3 焕发了第二春。在这种背景下，当 M60A3 逐渐显露老态时，台湾军方也打起了魔改延寿的主意。过去的 M60A3 用的是老旧液压炮控和模拟计算机，反应慢、精度差不说，原厂零件还早就停产了，坏一件少一件，维修兵天天愁得直薅头发。中科院携手美国莱昂纳多 DRS 击下这块烫手山芋后，目标极度明确，锁定射控、火炮、观瞄三大系统，生拉硬拽也要把它拉进信息化时代，让 M60A3 在面对登陆方向目标时，拥有更快的目标发现速度、更短的接战流程，以及更高的首发命中概率，从而满足探案决胜的需求。他们直接抛弃老掉牙的液压炮塔，换上全电力炮控系统，同时对射控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数字化升级，换装全新的弹道计算机，转动不仅变得更快更丝滑，精度和稳定性还实现了质的飞跃。最关键的升级在于观瞄系统，这套魔改方案为 M60A3 换上了第3代热成像仪，并引入了现代化主战坦克标配的猎歼能力。什么是猎歼？过去的坦克作战往往是车长发现目标，指挥炮长转炮，炮长在瞄准射击，流程相当繁琐，等到真的开火那一秒，估计黄花菜都凉了。然而引入猎歼能力后，车长用独立瞄准镜疯狂锁敌，炮手只管专注开火，发现及摧毁两不耽误。看到这里，有些朋友可能会好奇，约旦都换120毫米大炮了，咱们怎么不换？答案是军方还真评估过，但精算后发现120毫米炮的后坐力对老炮塔冲击太大，改装成本更是高的离谱。于是研发团队选择了一条性价比更高的路线，换弹药。有消息称，军备局正在为105毫米线膛炮开发新型钨合金穿甲弹，能在2000米的距离穿透500毫米的军制钢装甲，达到比利时和美国类似弹药的水平。目前官方还没有具体消息，但是如果消息属实，那么这火力对付周边轻重装甲绝对够那些目标喝一壶了。一通操作猛如虎，效果也不负众望。M60A3 在测试阶段直接打出了首发命中、发发命中的恐怖数据。从技术层面看，这份答卷已经无可挑剔。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继续改装，让 M60A3 重新大放光彩。然而军方却面临一个问题 ：M1ART 已经拿到手，还有必要继续死磕 M60A3 吗？把 M60A3 的魔改方案和真正的3代主战坦克放在同一个台面上，我们就会发现，有些差距不是靠换系统就能弥补的。M60A3 的火力强度惨遭降维打击 ，M1ART 扛着120毫米 M256A1 滑膛炮，2000米外还能打穿560毫米钢板，多用途弹药还能客串防空、手撕低空直升机。反观魔改后的 M60A3，
受限于几十年前的老旧炮塔结构和后坐力极限，就算研发出新型钨合金穿甲弹，最多也只能穿透500毫米。但有意思的是，根据装甲兵内部季刊公开的实测数据，在弹药携带量上 ，M60A3 远胜 M1ART。老车庞大的炮塔内部设计了相当宽裕的弹药仓，满载能塞下整整63发炮弹。而 M1ART 因为内部塞了自动灭火系统和各种电子机箱，弹药量反而缩水到了42发，所以在火力密度与持续作战能力上 ，M60A3 反而更胜一筹。防护力更是一道残酷的分水岭。M1ART 拥有世界顶级的复合装甲，车体与炮塔的抗穿、抗破能力达到当代主战坦克的顶尖水准。更关键的是，它采用了独立隔离的弹药仓与吸压板设计，这意味着就算它不幸被击中，引发弹药起火，冲击波也会向上冲出吸压板，车组成员能够最大程度的保全性命。M60A3 可做不到这点，它的底盘和车体架构脱胎于上世纪60年代，基础材质依然是传统的钢制装甲，即便后期可以通过加装反应装甲来增强对化学能破甲弹的防御，但在现代大威力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或攻顶导弹面前，这层老旧的铁皮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安全感。信息化同样拉开了巨大的差距。虽然魔改版 M60A3 通过加装3代热成像和全电力炮控勉强挤入了猎剑俱乐部，但 M1ART 的车长独立热成像仪和数字化 C4IS2 战术指挥系统是直接和整个旅级作战网络无缝链接的。在现代战场上，坦克从来不是孤军奋战， M1ART 能够通过车载数据链融入数字化指挥体系，共享友军侦察和战场信息，做到先敌发现、先敌打击，这一点是 M60A3 远远追不上的。机动性能上，双方各有各的优势。M1ART 装配的是一台1500马力的 AGT1500 燃气涡轮引擎，一脚油门踩下去，能飙出每小时67公里的公路极速，跑起来自带强烈的推背感。但代价也是灾难性的，这台燃气轮机是个不折不扣的推油巨兽，每行驶100公里就要吃掉足足400升燃油。而且 M1ART 战斗权重达63吨，很多年份较久的桥梁、公路根本承受不起它的碾压，这就对台湾后勤运输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相比之下 ，M60A3 就友好多了，重约52吨，每100公里需要消耗300升燃油，在复杂地形上的机动限制没那么极端。单纯从这些对比来看，继续投资 M60A3 绝对是有意义的，到时候与 M1ART 形成高低搭配，一个专攻质量，一个专攻数量，两个维度通吃。然而想迈出这一步，就必须解决钱的问题。中科院给出的这套方案好用是好用，但是太贵了。按中科院的初步估算，全套火控系统及其他项目的费用接近1亿元新台币，460辆车全部改下来，总投入在360亿到460亿之间。这是什么概念？采购108辆全新 M1ART 也才花了405亿，拿买新坦克的钱去翻新旧坦克，这笔账怎么算都亏。国防部长顾立雄大笔一挥，定下新基调，旧装备升级费不断挤压新武器预算，这种亏本买卖不能再干了，不如直接买新换代。于是各项性能提升案统统搁置，海军的 S70C 反潜直升机升级案，空军的 C130H 运输机性能提升案全都没逃过。M60A3 的全面升级方案自然也被叫停，只保留了换新项目，460辆 M60A3 更换 AVDS 1790 2CU 柴油引擎，预算72.45亿元新台币，2028年5月前完成。除此之外，不再往 M60A3 上面砸大钱。那这套升级方案就要扔进仓库里吃灰吗？当然不可能，我们军方不要，但是全世界有的是国家要。我们看看世界的动向。2025年1月，巴西宣布因豹一现代化改造延迟，决定重新启用一批封存的 M60A3 坦克。2025年7月，泰国在与柬埔寨的边境冲突中直接出动了 M60A3，这说明在全球范围内 M60A3 不但没退役，反而还是抢手货。目前全球仍有数千辆 M60A3 在各国军队中服役，埃及是最大用户，装备约1700辆，土耳其装备有900辆，以色列700辆。此外，沙特阿拉伯、希腊、西班牙等国也都保有相当数量的 M60 系列坦克，它们分布在全球各地，面临的问题却高度一致：车龄普遍超过30年，原厂零配件停产多年，火控系统停留在上世纪水平。对于预算有限、无力全面换装昂贵3代坦克的国家来说，花一笔相对可控的钱，把这批坦克升级到接近3代水准，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。中科院这套魔改方案，如果能精简一下，把价格压一压，正好能满足这片市场的需求。与莱昂纳多 DRS 的合作，也是为了开辟这片市场。
按照双方的合作协议，中科院只管生产和整合，卖的事情交给莱昂纳多 DRS。早在台北航太展落幕后，就已经有多国向台湾表达了浓厚兴趣，甚至私底下频繁打听制造系统的各项实测数据与合作可能。如果这个设想能够真正落地，并成功拿下海外订单，那它的战略和经济意义绝对堪称一枚重磅炸弹。只要成功卖出去，它将成为台湾防务工业长达20多年来首次通过正式官方渠道出口军工产品，不仅给中科院打开了一条新的收入通道，还给后续其他装备的外销提供了参考。更深远的一点在于，通过军工外销输出技术，能够大幅度提升台湾在国际防务供应链中的不可替代性。当台湾技术和零配件变成了别人陆军现代化升级的刚需，那就摇身一变成了全球军工产业链条中的关键技术输出者，无论是国际曝光度还是国际地位都将大大提高。当然也不是没有问题，如果技术出口审批，美国政府会不会点头？再比如那些老牌军工巨头，在 M60 和各类老旧坦克现代化升级领域早已深耕多年，占据了相当大的市场份额，台湾要如何撕开一道口子？但不管怎么说，转向外销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。如果成了，那 M60A3 也算在退役前帮台湾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。今天的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大家认为 M60A3 升级方案的外销有多大希望？千万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收藏并转发给身边的军民朋友。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精彩观点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。